从明年起，需做好潮水退去后的准备，房地产或将出现3个趋势。不管对谁来说，房子都是必需品。农民朋友一般都是住自建房，只要能够在村里获得宅基地，便可以自行建造。但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居住的通常都是商品房，这样的房子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建造的，需要花钱购买。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明显好了许多，但是与此同时，房价也是飞速上涨。即使是在3、4线的小城市，好地段的房子1平方还是需要7、8千元，而在1、2线的大城市，房价更是高得吓人。不过，为了工作以及孩子上学，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到城里去买房，这也使得房地产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它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且间接带动装修、家具生产和销售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就在我们以为房地产市场会继续如火如荼的发展时，却开始出现退潮的现象。有业内人士预测，从明年开始，房地产市场的潮水将会退去，同时也会迎来3个转折，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1、房价回归理性。潮水一旦退去，房地产市场首先迎来的就是冷静期，原本市场的繁荣可能会逐渐消失不见。其实从2021年，国内很多地区的房价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一开始主要集中在2、3线城市，比如石家庄、南京等。到2023年，1线城市的房价也开始下调了，且幅度较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海市中心的房价高峰时期1平米的价格曾经达到了10多万，而现在仅需要6到7万就能入手。虽然价格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可是仍然在高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好地段的房子还是没有希望。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于房地产未来走向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少人都开始选择观望，甚至直接放弃买房子。这也导致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化在于供应量充足，但需求量却减少。面对这一情况，房价很可能会在下调，也可能趋于稳定。进入2024年之后，很多地区都开始出台应对政策，1线城市甚至都放宽了限购政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买房子，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1月份和2月份这2个月的时间内，商品房的总销售面积减少了 20%， 每平米的房价也降低了9000多元。这个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人们买房的欲望下降。虽然有相关的政策支持，但仍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前些年，房价一直处于飞速增长的趋势，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大部分的购房者也都无奈的选择了放弃。不过，随着这波潮水的退去，房价应该会回归理性。到了那个时候，房价下调也在情理之中了。不仅如此，市场供需关系也会逐渐平衡。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的机会多了，可以以合适的价格入手心里最想要的房子。如果有购房的需求，建议多看一看房地产的市场情况，并且正视自己的需求，评估自己的购买力，从而找到最合适的买房时机。不仅如此，还要多看几个楼盘，因为不同楼盘的地理位置、房屋质量、销售价格等都不一样，只有货比三家，才能够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另外，我们还要说一说贷款的问题。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买房多半都是选择贷款，但贷款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需要明确贷款方式以及还款的金额，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还款能力，防止出现财务纠纷。2、租赁市场逐渐崛起。过去人们很热衷于买房子，总认为只有自己花钱买的房子才是自己的，对于租房总是嗤之以鼻。但现在不同了，房地产市场开始了政策调整，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再加上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未来的住房租赁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到时候可能会出现租购并举的局面。
随着租赁市场的逐渐崛起，将会有更多的租房选择，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长期公租房将会是最主要的租赁模式。所谓的长期公租房，实际上就是指政府将他们投资新建或者购买的房屋租赁给个人或者家庭，当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相对于普通的租房模式来说，这种公租房通常都有租金补贴，也就是说，租房者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入住。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一大福音，他们再也不用为住房的问题而发愁。长期公租房的出现不仅可以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可以起到平衡作用，缓解房地产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出资建造或者购买房屋，势必可以增加住房的供应量，供需矛盾也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解决，使房价逐渐趋于稳定。虽然租房一直都在房地产市场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之前的租房基本上都是商品房，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而且问题横生，这本身就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当长期公租房出现之后，房屋租赁资源会进一步增加，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也会更加突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泡沫风险。多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主，并没有考虑过是否会造成一些环境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政府才会出手，开启了公租房的租赁模式。随着公租房的投入使用，将会创造更大的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其中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节约土地资源和能源这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减少环境污染，让房地产市场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社会效益则是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对租赁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更好的保障租户的权益。3. 房屋投资属性下降。房屋的投资属性下降，这也是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其实近些年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过去，很多人只要手里有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投资房产，通过炒房来钱生钱。然而，最近的几年当中，这一部分人明显感到很吃力，有些房子已经炒不动。虽然不至于赔本，可是投资的回报却少了很多。业内人士预测，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收紧以及调控力度加强，明年房屋的投资属性将会呈持续性下降，这势必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投资房地产无非就是为了能够获得高回报，不少人因为抓住了市场商机，早些年的时候确实赚到了不少钱，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再加上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调控政策，导致房价的上涨速度变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不仅如此，现在建房子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回报开始变少，这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房地产项目带来的期望收益也开始下滑。其次是投资风险增加。说到这个，很多人表示不认同，在他们看来，近些年的房地产市场表现一直都比较好。但这种好的表现会一直持续吗？显然不会。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房地产项目的投资风险确实存在，而且还出现了加大的趋势。投资风险之所以会增加，和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包括国家政策的调整、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的运营风险、市场的波动等。从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来看，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经济环境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无疑会增加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出现了持续上涨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市场确实火爆，可是并不健康，就像是昙花一现，有的只是刹那芳华，
花开变败，想要长久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现在房价的上涨速度变慢，投资属性下降，可这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也是最理性的状态。这可以杜绝一些人投机炒作，更好的维持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发展。不管是手里掌握着多套房的投资者，还是打算投资房地产市场的人，都应该要充分了解当前的市场发展情况，谨慎投资，避免出现血本无归的悲剧。总结，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即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未来以上这3个趋势都会逐渐显现。虽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有更多的机遇。对于房地产商来说，应该随时关注市场变化，根据市场发展趋势调整经营决策，这才是保证长远发展的关键。